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做个用美食治愈生活的掌勺人。今天做的这道沙姜焗鲜鱿鱼，刚上桌，老公直接干了2碗饭。鱿鱼裹着沙姜的辛香，咬下去脆的弹牙，鲜的直咂嘴。做法不复杂，家里哪位爱吃海鲜的，赶紧安排上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今天挑了6只鲜鱿鱼，结账时花了28块，算下来1只5块钱不到。突然有点好奇，这个价怎么样？常买海鲜的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价格算实惠，还是有点小贵呀？接下来开始处理鱿鱼啦，先把外层的皮撕掉，这层皮去不去都行，不过我习惯去掉，觉得吃起来更清爽些。然后处理头部，重点是把眼睛和牙齿去掉，眼睛里的汁液容易弄脏食材，牙齿比较硬，不去掉会影响口感。处理完这些，再把鱿鱼整体冲洗干净，确保没有残留的杂质，这样一步步弄好，后续烹饪起来也更方便，味道也能更好的发挥出来。接下来开始切鱿鱼，先把躯体切成稍粗的圈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扎实。切得太细，不仅看起来单薄，嚼着也不过瘾。头部处理起来很简单，先把最长的须子切掉，再对半切开，这样大小正合适，咬起来能尝到大块的满足感。至于裙边部分，要在贴着软骨的地方轻轻打些花刀，这样切不紧囊，让食材看起来更有层次。关键是等下局的时候，调料能更好的渗进去，每一口都能吃到滋味。处理到这里，鱿鱼的改刀就基本完成了。接下来准备配料，先取适量沙姜，不用削皮，直接洗净就行。我习惯用刀背把沙姜轻轻拍裂，这样能让它的辛香更好的释放出来，是这道菜的关键风味来源。红葱头也是必备的搭档，切成小块备用。另外，大蒜也不能少，焗菜之所以香气浓郁，全靠这些料头的加持。平时做焗菜，我大多用这些料来搭配肉类或海鲜，既能去腥提鲜，又能让食材充分吸收料香。若是用来焗蔬菜，总觉得有点可惜，毕竟这些香料的风味和蔬菜搭配远不如和肉、海鲜来的契合，有点浪费了这份香气。再备点彩椒吧，选红色和黄色的搭配，这种甜椒不辣，主要是给菜品添点色彩，让卖相更亮眼。等下锅时放进去，还能悄悄添点清香味，一举两得。准备几根芹菜和小葱，切成小段。做焗菜可以增香，和刚才备好的红椒放在一块儿。适量的9层塔，这些新鲜香菜搭配起来，既能提味，又能让成品多些清爽感。然后来调一份百搭的啧啧汁，取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加1小勺白糖提鲜，舀入大半勺沙茶酱，增添醇厚底味。把这些调料充分搅匀，1份万能酱汁就做好了。这个配方特别实用，建议收藏起来。它和所有海鲜都很搭，不管是焗虾、焗贝类还是其他海产，淋上这酱汁煮出来，鲜味都能被烘托得恰到好处，吃起来格外香。接下来先把锅里的水烧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真的超费心力，小颖每天都在分享简单好做的家常菜。今天这个鱿鱼做法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或转发呀！你们的每一份支持都是我更新的动力，真的特别感谢大家。
水沸后放入鱿鱼，汆烫约20秒即可。这个步骤一定要盯紧，时间太短不熟，太久则容易变老发柴，口感会大打折扣。烫好后要立刻捞出，放进冷水里降温，用冷水浸泡片刻。这样处理不仅能让鱿鱼快速定型，还能保持紧实爽脆的口感。准备一口砂锅，倒入适量食用油，待油烧热后，将备好的沙姜、红葱头、大蒜等料头放入，转小火慢慢炒香，让香料的气息充分释放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另起一口锅，再倒少许油，油热后放入鱿鱼，快速翻炒1分钟。熟练的话，这2步可以同时进行，能节省不少时间。接着，一手持啧啧酱，一手握锅铲，边倒酱边翻炒鱿鱼，让每块鱿鱼都均匀裹上酱汁。这样不仅能让食材上色更均匀，还能充分激发酱料的香味。待酱香味完全炒出后关火，随后将炒好的鱿鱼平铺在砂锅里的料头上，铺匀后再把芹菜、9层塔、葱段和彩椒等配菜放入锅里，翻上来盖在鱿鱼上，盖上锅盖，转大火焗30秒。时间一到，先别急着关火，用筷子将食材充分拌匀，把芹菜、香菜、葱段和彩椒等配菜翻炒均匀，让配菜的香味融入其中。翻炒的过程中，酱汁也会慢慢收浓，此时沙姜独特的香气会弥漫整个厨房，格外诱人。这样做出来的鱿鱼口感爽脆，滋味十足，大家不妨试着做一做。挑选鲜鱿鱼可从以下几点判断：看外观，优质鱿鱼体型完整，呈浅粉色或乳白色，表皮光滑有光泽，粘液少且透明。若颜色发暗，有异味或粘液浑浊，可能不新鲜。摸质感，新鲜鱿鱼肉质紧实有弹性，按压后能快速回弹，手感软塌，僵硬或粘手的不宜选。观眼睛，新鲜鱿鱼眼球饱满清亮，黑白分明；眼球浑浊、凹陷的则不新鲜。好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呀！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，愿快乐常伴。我们带着更多干货，下期不见不散。